美国媒体在炒作所谓大陆地区的困台政策，说这个在5年之中切断了这个水下光缆21次，这个做法可谓是用心险恶。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咱们这话要说回来要说这个水下搞破坏专门搞管子破坏管子这件事儿，那美国是行家呀。你看这个北溪这德国那个和连着俄罗斯那个北溪地下这个气管，这个海底气管，那不就让这个美国给炸了吗？这给德国直接就拔了管了。当然，这个美国人不承认这件事，说这是亲乌克兰势力干的。那德国人和其他人心里都明明白白的，但是美国美国这个太厉害，这霸权太猛了，就是心里有数，他不敢说而已说回现在咱们这个事儿这个是美联社说的，说这个台湾地区这个海底光缆经常会被切割，这就造成了岛内的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这个通讯经常就会出现中断，而且他们说这就是大陆地区在做这个所谓穷台困台政策的这一种尝试这已经下手了。说起来这东西就是凭空捏造在这胡说造谣的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你别看这个造谣这件事他说着说着谎言说多了之后，它能变成真的，而且他这么做他是有这个比较险恶的这个用心的，而且最终也确实能达到这个非常负面的效果。你这第一，他为什么要现在说这个事儿我们可以看，这就是在转移视线，那就跟这北溪油气管这个事情还有关系了。现在呢，不是爆出消息来说这个北溪油气管就是美国干的吗？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呢，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一种做法了，别老盯着我去给德国人把管了。台湾地区这边水底电缆也经常被切这是美国在制造话题，这是他们在处理这种舆论，在打舆论战的时候，处理这个舆论问题的时候一个惯用的手法。第二呢，他肯定现在这是在污蔑这个我们中国是在造谣，这是在污化，给我们造一个这个恶劣的形象出来这个你看，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电缆要在海底的这种通讯电缆这是公用的这个民用的公共设施，这个是不会去攻击这个的，不管是发生战争还是什么的问题的时候是不能攻击这个东西的那当然我们肯定也不会去干这种事，这完全就是捏造的一个事情，但他不管你，我先把这个脏水全泼到你身上，先污化在你身上再说。那第三就是回到这个舆论场上这件事情了。我们说他制造这么一个议题出来嘛，他把这个舆论给你弄起来就是一件假事儿。如果老是说来说去的话，你的脑子里似乎都会有被引导、被带节奏的那么一种情况就会出现。那事实上能起到的作用，首先它是离间了两岸让这个台湾岛内的民众对这个事情对这个大陆地区呢产生这个很不好的想法，他跟你挑拨离间，用这种事情，尽管是件假事，离间作用他能做到。另外一个呢，他制造一个恐惧，他会告诉你看看这个中国要是进行统一的话他什么事都能做这个不仅仅说是在台湾岛内制造恐惧了，他这种恐惧心理呢会蔓延出去，那这个影响力就会扩散出去，它从而就达到了污化我们中国的这么一个目的这是他们这么用心险恶的3点所在。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想一想，再看一看美国呢，他经常会出一些说法，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惊，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呢其实你仔细想想，他敢这么想，敢这么说，他为什么呢？这美国他还是真敢这么做，真敢做这些事情的所谓这个规则也好，那个规则也好，在他利益需求的时候，他都不会去在乎这些规则，都不会再去在乎这个所谓秩序，最根本的是他的利益。因此呢，你就通过这件事儿，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就暴露出了美国霸权的这种本质和它的无底线。